这个男人正在打铁，突然一名刀客走进了铁匠铺。刀客从怀中取出一张图纸，朗声告诉男人他要打7把追命飞刀。男人略一顿想，便出口拒绝，称自己手艺不精，只能打造一些普通的农具。刀客却早已打听出男人的身份，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铁匠，正是江湖人士苦苦追寻的神手裘子玉。江湖传闻，裘子玉所打造的神兵利器，得其一便可名震天下，这不禁让无数武林人士趋之若鹜。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一把神器换一门绝技，以至于10数年下来，他的功夫已然深不可测。然而正当裘子玉声名鼎盛之时，他却突然绝迹江湖，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。看到男人不愿承认身份，刀客使出各种手段，甚至以店铺伙计的性命相要挟，但男人还是不为所动，因为他知道追命刀客莫俊峰是不会这样做的。两人僵持之际，一辆马车驶入铁匠铺近前，车上下来一位妙龄女郎。莫俊峰一眼认出女郎乃是与才齐名之辈，笑面女罗刹小强。小强的笑和莫俊峰的刀被誉为是江湖上最厉害的2种武器。小强消息极为灵通，一开口便道破了男人的底细。3年前，裘子玉替千里追魂燕子飞打造了一把好刀，然而燕子飞拿到宝刀后却当场食言，挥起宝刀将裘子玉砍成重伤，神手心灰意冷，从此绝迹江湖。如今莫俊峰想要请神手打造飞刀，看来已是千难万难。小强话锋一转，突然和莫俊峰谈起了一种买卖。原来不久前，江湖上4大巨盗联手打劫了江湖豪门南家堡的飙车，抢走了碧玉之王合欢碧。4人分赃不均，各怀私心，便相约前往狮子山，请赌王毛开元坐庄，以一场豪赌来决定合欢碧的最终归属。江湖之人尔虞我诈，4大恶人到时必然内斗，合欢碧最终只会落在庄家毛开元手中。到时莫剑锋出手相助，2人便可吃下这块传世之宝。为了让裘子玉帮莫剑锋打造飞刀，小强带着手下神鞭小唐找到了燕子飞，要借他一只手给裘子玉消气。小唐的软鞭神出鬼没，游刃有余。燕子飞的宝刀虽然刚猛锐利，但真应了以柔克刚的老话。几个回合下来，燕子飞便落入下风。趁着燕子飞被缠住之际，小强一刀砍下他的右手，他将钝手拿到铁匠铺。然而裘子玉依旧漠然，声称裘子玉早已不在，现在只有一个普普通通的铁匠。见到神手已经心如死灰，小强和莫劲峰只能无奈离去。不一刻，一位衣着奢华的翩翩公子来到铁匠铺门前，他便是5省武林门主南家堡的公子南玉。来此的目的是想请裘子玉出手帮南家堡夺回合欢碧。似是看出裘子玉的难处，南玉耐心开解着裘子玉的心结。神器是没有对错的，只要用在正义之人的手中，便可除暴安良，匡扶正义。南玉大义凛然，态度又极为诚恳。裘子玉虽然心中有了一些触动，但是口中依然拒绝。随后，齐省总捕头萧子敬造访了铁匠铺，萧捕头一家对裘子玉有恩，关系更是极为密切。他让裘子玉答应南玉的请求，夺回合欢碧，平息武林争端。一层层人情面子堆得裘子玉再也无法拒绝。晚上，燕子飞突然找上裘子玉，跪在地上忏悔自己的过往。他苦苦哀求着裘子玉，希望能帮他打造一只铁手，还发誓以后一定痛改前非。时过境迁，此时的裘子玉心中的恨意早已淡去，又见燕子飞已经得到惩罚，便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不过裘子玉要求他必须帮自己夺回合欢碧。没过几天，一只精妙绝伦的铁手凭空出世。此宝共有5种用法，可击敌，可锁住敌人兵器，可接暗器，亦可发射暗器。裘子玉将4种用法传授给燕子飞，至于第5种，便约定完成夺宝之事后再予传授。豪赌之日如期而至，4大巨盗齐聚狮子山，赌王毛开元亲自下场作保。巨盗老大请出了至宝合欢碧，只见此宝近3寸，呈盘旋形状，通体光泽晶莹，熠熠生辉，直照得众人瞳孔微缩，私心大起。虽是豪赌，但规则却极为简单。宝座4门，分别是青龙、白虎、出门、龟孙。老大压白虎，老二压青楼，老三压出门，而4妹只剩下龟孙。毛开元轻轻摇动几下头中，落定之后，口中大呼一个开字，一对白虎的字样便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老大狂喜，刚欲起身，却只感肋下剧痛，原来是老二已动了杀机。还未等老大稳住心神，毛开元又突然杀出，双掌带着罡风猛击在老大的背膝。老二趁势将利钝扎入了老大的胸膛。4大巨盗之首惨死于赌桌之上，老三和4妹竟然熟视无睹，他们只关心合欢碧击下来的龟孙。
肃。老二建议再押一宝，赌局重开。老二依然押青龙。老三出门，老四归孙。毛开元再次摇动头钟，且只见钟盖打开的瞬间，白虎二字又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原来毛开元早在头钟上做了手脚，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骰子的方位。三人都未押中，合欢璧便落入庄家之手。见毛开元要独吞宝贝，老二怒不可遏地和他激斗在一起，而老三和四妹拿起合欢璧就想抽身离去。只见房门打开的瞬间，小强带着狮子山的刀客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原来他和毛开元早已勾连，四大巨盗的随从已经被清除。毛开元继续进攻，在小强的配合下，老二瞬间惨死。眼见逃脱无望，四妹甩出了手中的毒簪，将小强钉死在当场。这时莫俊峰一把飞刀瞬息掷出，正中四妹背膝。原来他已经找回自己的飞刀。此时毛开元早已杀心大起，他命令属下诛杀在场的所有人，众刀客一拥而上。莫俊峰狂甩飞刀奋力诛杀。正当众人混战之时，裘子玉带着燕子飞突然现身，燕子飞更是抬起铁手射出2记飞刀，一刀射中老三的胸口，一刀正中毛开元的面门。赌王和四大巨盗相继身亡，时局似乎大定。裘子玉起身去拿合欢璧，燕子飞却向他抬起了铁手。人心真是难测，小人终究只是为了利益而生。然而就当燕子飞勾动机关，飞刀却反向射入他的心脏。原来这便是裘子玉所说的第5种用法。最后2把飞刀发射时要拨动一下崩簧。燕子飞总算是自食恶果。诸事完毕，裘子玉志得意满地将合欢璧交还给南玉，谁知转身告辞之际，路边突然伏兵四起，无数的凋零从树丛后射出。纵然裘子玉武功盖世，也万难躲避。他腹部连中3箭，只能封住局部穴位，勉强支撑。南玉随即出现，往日的勤俭君子，如今已是奸相毕入。原来合欢璧真正的价值在50万两白银以上，南家签的赔偿额度只有10万。南玉要杀人灭口，独吞宝玉。神手裘子玉名副虚传，虽然身负重伤，但刚猛之力丝毫未减，连连重伤南家宝10数位高手，直逼的南大公子动用看家的袭阵。可笑一生侠肝义胆的一代大侠，躲过了小人们层出不穷的算计，却最终殒命于伪君子的暗箭。江湖其实人稀，险恶异常。或许裘子玉当初的选择再坚定一些，便可躲过这扇无望的生死之门。